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醋可以杀菌，醋是日常饮食中的调味品，可以消食开胃。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、钙、氨基酸等一些营养成分。那么人们常说醋里面的醋酸可以消毒杀菌，这是真的吗？首先，醋酸确实有杀菌的效果，但是醋里面含有的醋酸浓度非常低，只有高浓度的醋酸才能够达到消毒杀菌的效果。并且这并不绝对，高浓度的醋酸有时只会减少细菌和病毒的数量，不一定会完全消除，所以我们平时的食用醋就更不可能做到杀菌消毒的效果了。如果想要更好的杀菌消毒，建议还是用专业的消毒剂来解决。其次，在家里面大面积使用醋消毒，可能会刺激一些哮喘以及气管炎的患者，加剧他们的病情。醋呢，作为日常食用品，可以促进肠胃消化、软化血管，促进新陈代谢，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调味品。但是不要过量食用，可能会刺激胃黏膜，所以醋用来吃就好了。现在社会发展的迅速，我们已经有消毒的物品了，用专业的东西来消毒不是效果。便秘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导致便秘的原因也有很多，比如缺乏运动、饮食不当、消化功能不好等。便秘会给健康带来很大隐患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调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在我们大腿上有一个通便区，这个通便区就是大腿外侧的胆经，也就是裤线循行的地方。如果有便秘的情况出现，大家可以将手握成拳，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慢慢敲打，一直敲到膝盖处，然后再原路返回。每天敲打2到3次，每次100下。敲打时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大腿外侧微微发热、发麻就行。敲打胆经可以帮助我们畅通气血，刺激肠胃蠕动，对排出宿便、预防便秘有很大帮助。大家敲打完之后，还可以按揉一下腹部，也能够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。对于经常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因为蔬菜和水果中不仅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润肠通便。虽然胆固醇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但如果胆固醇偏高，很容易引起血脂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而导致胆固醇高的原因之一，可能就是食物。最好将下面3种食物列入黑名单，这样有助血脂稳定。动物的脂肪，动物的脂肪中含有很多饱和脂肪酸。饱和脂肪酸会促使胆固醇的合成。平时我们吃的牛油、猪油、鸡油等都含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酸，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一定要少吃。动物的内脏，动物的内脏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比如肝、肚、脑等，所以胆固醇偏高的朋友，这种食物也尽量不要吃。腌制的鸭蛋，腌制的鸭蛋中含有大量的盐分，其中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吸收人体的水分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容易导致体内胆固醇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也要尽量少吃。中相信很多人都忽略了肚脐，其实肚脐是健康的晴雨表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肚脐来判断五脏的健康与否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如果按压肚脐的左边出现压痛感，那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；若按压右边有压痛感，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；若是按压上边有压痛感，就可能是经常上火、心情郁闷导致的；若按压下边有疼痛感，那么就可能和肾虚有关。那如果是脾脏出现问题，按压肚脐中心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感，所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，按压一下自己的肚脐周围，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。下面呢，教大家2招，可以帮助调理五脏，延年益寿。将2手掌放在肚脐旁边的2肋处，然后从上到下的推向小腹。因为2肋是肝气容易郁结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养护肝脏，预防上火症状发生。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揉。经常这样按揉肚脐，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多人养成了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身材走样，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。
腰上赘肉越来越多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减掉烦人的赘肉呢？在我们的肚子上有个刮油穴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，对瘦肚子、瘦腰有很大帮助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。关元穴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穴位。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，在我们肚脐下3寸，也就是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有节奏、缓慢的按揉，速度先慢后快，这样循序渐进的按摩5到10分钟，每天最好按摩2到3次。对关元穴进行刺激，可以让食物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缩短，帮助促进人体对脂肪的消耗和利用，对减肥瘦身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按摩关元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肠道的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出宿便，预防便秘。每天坚持按一按，对腹部脂肪过多的人有很大帮助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那除此之外，大家在减肥期间还应该多注意少油少盐，不要节食，合理安排自己的1日3餐，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。看着自己的腰围越来越大，肚子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是不是很烦恼呢？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天天跑步机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，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抱住头部，将头部抬起来，然后再抬起双腿，让双腿轮流的做蹬自行车的动作，这样一弯一直的反复做，20次，回到原位再做，这样每天睡前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充分的锻炼腰腹部肌肉，有很好的燃脂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肚子的赘肉呢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动作呀，躺着就能做，非常适合懒人瘦肚子。如果你也有肚子大的烦恼，不妨坚持练一练吧，相信坚持就会看到效果。炖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啊，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。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呀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。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是怎么做？由于现在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，这也是男性都担心的。那该如何养肾呢？中医认为，肾开窍于耳，耳朵是养肾的开关。如果经常对耳朵进行按摩，对养护肾脏有很大帮助。1. 伸出我们的双手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屏，然后用食指和拇指由内向外的提拉耳屏和耳垂，注意力度由轻到重，只要不感觉到疼痛就行，这样提拉3到5分钟就可以。2. 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耳垂，先搓摩耳垂直到发红发热为止，然后再捏住耳垂往下拉，拉到一定程度松开手，让耳垂自然的弹回，这样反复做20次。用上面2个方法按摩耳朵，可以促进耳朵血液循环，有健肾壮腰、补充肾气的作用。只要持之以恒的按摩，对肾脏健康大有裨益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